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为啥电影24帧就足够流畅，游戏低于30帧则异常卡顿？目前网上的答案多半会告诉你动态模糊，但以下2段同帧数的视频，一侧有明显的动态模糊，另一段几乎没有，你觉得哪边更加流畅呢？更无法解释的是，同样24帧，为什么电影院比显示器和手机更加丝滑？这真的不是错觉，关键点在于放映机的核心部件——光闸。它通过每帧闪烁2到3次，把24帧静态画面转换成48到72次的光脉冲，来欺骗你的大脑。而今天 ，NV 将这种极短脉冲光带到了 PC 显示器，这是默认240赫兹的动态表现。而这是英伟达优化。甚至实现了200赫兹 LCD 动态清晰度小超500赫兹 OLED 的情况。嗨，我是阿狸。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多少帧才算够用呢？据我所知，目前不少电竞玩家已经陷入了高帧陷阱，为了追求极致的高刷卡，得忍受天平糟糕的色彩，即便用顶配电脑也只能开1080P。所以今年 CES， 当多数人目光投向 DLSS 4.5 时，我反而被 NV 的另一项技术所吸引。没错，它就是 G-Sync POSA。按照官方的说法 ，G-Sync POSA 通过25%背光占空比实现了4倍动态清晰度，相当于150赫兹媲美600赫兹，250赫兹比肩1000赫兹。如果宣传没有夸大 ，POSA 对于 N 卡的意义也许不亚于 DLSS。可能有观众想吐槽了，超过250的刷新还看得出来吗？所以我原计划是想邀请各位来我的工作室盲测 POSA。但从上一次的画质试炼来看，各位的写轮眼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么这一次，我们来让不怎么玩游戏的普通人试试呢？此轮测试，我把显示器拉到了公园，随机抽取路人进行盲测分辨。开花西这边台普打也比较多哈，但我平时可能连手游都不得咋刷。而此次测试的显示器均是微星 2K LCD 屏，1号为240开 POSA，2号为240无 POSA。需要说明的是 ，POSA 会根据环境光智能调节亮度和色温。我们所在的环境是露天，看起来更亮是正常现象。那么测试开始。这灯光要清楚点呀。第一感觉我是觉得这个比较清晰，这边可能灯光的没有感觉比较糊一点。1号显示器跟2号显示器，你觉得哪一个要清晰？这边1号噻，这边2号是吧？哎。我1号也可以噻，1号这边还是比较清楚噻，看来。Я думаю, что у левого более приятная картинка, она выглядит довольно современно. Если бы мне позволяли выбирать, я бы, наверное, выбрала левый монитор. Он очень приятный, глазам не рябит, все очень даже хорошо. 这个字要清楚点呢。第一个要清晰一点，左边清晰一点。1号吧。左边这个1号。 I see on the text is blurry, and this text is more readable than this. If I should pick one monitor, I would pick, I think, this one because the text more clearer. 在本次随机抽取的15位路人中，只有1位大爷、1位阿姨认为2号看起来更加流畅清晰。我感觉这应该清楚些。其余都选择了开了 POSA 的1号，甚至这位大爷上来不超过5秒就分辨出了1号更加清晰流畅。而参与测试的人中，只有这位小伙和俄罗斯小哥平时要玩游戏，这边帧率会高一点，
这边帧率低的。其他人均没有通过高帧数训练，所以网传的只有职业哥才能分清高刷的观点可能不太准确。普通人一旦有了对比或者习惯后，大概率也能轻松分辨出动态清晰度的区别。也许有观众想问，轴威等专业电竞屏不是也有分区背光提升动态清晰度吗？很多游戏电视也支持插黑帧，这有啥特殊的？我只能说 G-Sync POSA 和主流方案还真的不太一样。10年前 NV 给了我们2个选择，要 G-Sync 就得接受拖影，要 UMB 就没有防撕裂，而 G-Sync POSA 达成了既要又要。POSA 是把背光划分为多个分区，每显示一帧，背光脉冲会像智能灯带一样从上到下快速点亮每个分区，让像素点被照亮前有充足时间完成色彩切换，极大减少了因响应跟不上导致的拖影。背光脉冲持续时间仅占每帧的 25%， 相当于物体在屏幕上的视觉停留时间缩短至1/4。不仅如此，当帧率波动时 ，POSA 会插入额外补偿脉冲，从而解决可变刷新与背光脉冲间的冲突。一些专业电竞屏的私有背光技术虽能提升动态清晰度，却无法兼顾可变刷新。部分游戏电视虽同时支持插黑帧和 VRR， 但实为在 VRR 中加入 BFI。算法是独立的不说，还会损失亮度，甚至产生色彩断层。POSA 的强大在于 VRR 与背光频闪原生协同，并能通过动态像素过区补偿亮度与色彩。接下来也请各位开启写轮眼，猜猜哪边开了 POSA？ 答案是右边。甚至实现了200赫兹 LCD 动态清晰度小超500赫兹 OLED 的情况。当然 ，POSA 作为新技术仍有迭代的空间，也希望 NV 能够持续优化。我呢也整理了一些大家对于 POSA 的疑问。目前问的最多的就是会不会有严重的闪烁，其实可以参考电影院。你肉眼大概率看不到闪烁，但拉高快门去拍摄荧幕，一定能抓到频闪和条纹。这是因为人眼有视觉暂留效应，但相机快门是固定的，它能捕捉到背光在短时间内开关的物理过程。我们常说的 PWM 闪烁瞎眼，是指开关过程由亮到暗循环被大脑捕捉产生疲劳。POSA 不是全局亮暗，而是分区滚动，只不过卷帘快门的相机、手机拍出来都是闪。但如果用全域快门的高速电影机去升格记录，你会发现画面是从上到下的扫描滚动。我也用频闪分析插件进行了验证，确实是滚动而非快速全局亮暗变化，也佐证了 POSA 其实是在 LCD 上以电子化方式复刻 CRT。优势是获得千帧级动态清晰度并不一定要顶配。一张 RTX 5070开 DLSS 4.5 在主流热门游戏有250帧就足以。真正需要加强的在于 POSA 需要控制背光，自发光的 OLED 目前就没有办法适配。至于 Mini LED、RGB Mini LED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需要面板厂商的配合。今年 CES 除了 POSA， 普通玩家最受益的莫过于 DLSS 4.5， 不花钱就能让显卡性能实现原地升级，变相续命啊！近期有特别多的小凯问我 NV App 里边各种模型到底是啥，怎么没有见过 UP 主科普呢？为此我根据实测制作了一坨流。玩家所说的 DLSS 4.5 主要指的是 L 和 M 模型，实测 L 档哪怕开超级性能，画质也相当不错。不过新模型的训练量提升了5倍，为了不大量影响性能 ，NV 将其量化为了 FP8， 但40系之前的 N 卡只能跑 FP16， 所以有的游戏帧数折损非常夸张。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老显卡是开 ML 的性能档，还是用 K 模型的质量更好呢？
不过经过大量的测试，不同引擎的游戏适合的模型各不相同。若你想在帧数与画质间找到平衡，可以关注我下个月的配置优化。除了超分，新的真生成模型也即将上线。目前所谓更新后的真生成瑕疵改善的说法，多半是心理作用。为什么这么笃定呢？因为我真的去了 NV， 体验过完全体的 DLSS 4.5。目前能透露的信息是，全新真生成模型非常惊艳，尤其是动态多帧生成，它通过抓取底层引擎数据，主动优化帧间隔，能大幅度提升 low 帧表现。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你认为以后的显卡是传统性能重要，还是神经渲染重要，亦或是二者缺一不可呢？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